我们今天要聊慢性炎症呢，听起来似乎是个老生常谈呢，可是我告诉各位啊，慢性炎症是所有人最应该关注的一个题目之一啊。首先，最简单的去理解慢性炎症究竟是什么，它是一种低度的、持续的、隐匿的一种炎症。它跟急性炎症不一样，急性炎症你看得见、摸得到的，你会痛、你会红、你会肿。可是慢性炎症呢，通常你不知道，它慢慢在发生的。各位，万病之源呢，90%以上的慢性病都跟它有关呐。所以呢，慢性炎症确实是值得我们格外关注的一件事情了。我们来聊聊几个比较核心的、比较重要的导致我们身体慢性炎症的几个比较重大的因素了。我最要先跟各位说的还是在血糖和胰岛素这两个题目上面。这个是我们慢性炎症两个最重要核心原因的第一个。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我们的饮食是高碳水化合物的饮食，其实这种饮食结构跟我们人的身体的代谢特征其实是不匹配的。我们的代谢特征是在90万年以前几乎没有碳水化合物的环境里面，我们人类当时吃高脂肪、中低蛋白质，然后长时间断食那种环境里面慢慢进化筛选出来的。他们身体有很特别的代谢特征，它才能够在那个环境里面生存的。那么我们的祖先就是在那个环境里面筛选出来了以后，我们现在的身体的代谢特征呢，基本上就跟他们一样的。但是他们的饮食里面碳水化合物接近0啊，我们现在饮食碳水化合物的热量非常非常高，这种不匹配的现象，那我们身体的代谢特征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高血糖啊。但是各位，你们不要听了高血糖以后单纯的认为就是血糖高了，血糖高了。我告诉大家，血糖是不断的会变高的，可是血糖呢是不断的大幅度的在波动的，在大幅度的波动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升高，意思就是说它起先在比较低的地方大幅度的波动，时间久了以后它到比较高的地方大幅度波动，时间再久了以后它到更高的幅度去大幅度的波动。今天是有科学证据的，告诉我们血糖长期在比较高的地方的时候，葡萄糖就是有毒性的了。而且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身体需要制造额外多的胰岛素去处理这些葡萄糖，而胰岛素也是有毒性的。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长期的在高位啊，它们给我们身体带来系统性的慢性炎症，是真的可以像是点了一把火，这一把火点着了以后呢，就一直不灭，因为我们的饮食从来没有改变了，所以我们不断的在火底下再添火。我们吃了几十年的高糖饮食，所以我们的血糖的波动、胰岛素抵抗，然后呢高胰岛素血症等等等等的，其实不知不觉的它其实困惑了很多的人而不自知啊，我们不知道啊。这个是慢性炎症的一个重大的来源啊，所以慢性炎症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我们的细胞着火了。第二个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是现在这个年代我们食用油吃的真的很有问题啊。我们现在的食用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拿去精炼，然后我们吃它的精炼的植物油，在超市买的大桶油基本上就是玉米油啊、大豆油啦、菜籽油啦，这些精炼的植物油它们都是属于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百分比比较高的油脂啊，它们其实不适合拿去精炼的。你可以听很多的广告去宣传说它的优点是什么，他们当然不会去宣传它的缺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我们要自己透过学习才会知道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它本身化学结构稳定性就比较不好，那么在精炼的过程当中呢，它是容易出现氧化的现象的。它不仅仅在精炼的过程当中容易氧化，它吃到我们身体里面以后，在我们的体内也会比较容易氧化。我们细胞膜的表面呢是脂质啊，它会改变这个脂质的结构，它会促进炎症的信号，放大炎症的信号。有很多的科学家在争议啊，究竟是高血糖、高胰岛素带来的炎症比较厉害，还是食用油吃错了以后带来的炎症比较厉害？这两个东西，反正一个是老大，一个是老二，谁是老大，谁是老二，对我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老大老二都是严重危害我们健康的因素啊。这两个恐怕是我们身体面临的慢性炎症的最基础的两个重要的因素。当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在我们的日常饮食里面以后，慢性炎症就开始蔓延了。慢性炎症导致我们细胞里面开始出现应激的现象啊，这种应激的现象就会反过来使得炎症变得更厉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血管的内皮细胞就开始受损，我们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很多其他的问题就会跟着来的。举几个例子跟大家说，比方说在这种饮食的结构底下，我们比较容易出现肠漏，我们比较容易出现肠道菌群的失衡。所以你们知道我们肠道啊是我们第二大脑啊，我们的肠道是我们免疫系统的故乡啊，
如果我们肠道的菌群失衡了以后，我们的免疫系统其实是失调的，失去平衡的。这个的根源跟高糖饮食有关啊，跟高加工食品有关，跟我们食用油吃错了有关啊。刚刚我讲的前面这2个很重大的因素导致的慢性应激，然后呢，使得我们睡眠的质量受到影响了。当我们睡眠质量受到影响的时候，我们皮质醇的系统就开始混乱了，免疫就失调了，整个身体的慢性炎症的就失去控制了，它们就开始变成互为因果，变成一种恶性循环的现象了。还有同样的，在这种饮食结构底下，我们比较不容易摄入均衡的营养了。如果我们营养再失调的话，更让这件事情火上浇油了。同样的，在这种饮食结构底下，因为我们血糖变化大，让我们比较容易饥饿，让我们比较容易疲倦。胰岛素抵抗的人呢，都没有什么精力，不愿意去运动。不运动了以后呢，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更加的不能够正常的工作。所以这些因素来来回回互为因果，然后再加上我们环境上的挑战，比方说环境的毒素、重金属，比方说食品添加剂，各种外在的因素再把它添加进来，我们今天面临的慢性炎症的挑战是非常严峻的。对我们身体来说，其实慢性炎症呢，真正对我们危害最大的地方啊，大家比较少谈到的。慢性炎症呢，等于占用了我们身体的免疫资源呢。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啊，免疫资源呢，它应该是拿来帮助我们身体从疾病里面恢复的，从健康里面恢复的，帮我们跟病毒对抗的，消灭细菌的，帮我们身体做修复，帮我们身体做恢复用的。就是因为我们慢性炎症厉害，慢性炎症占用了大多数的免疫资源。那当你身体真正需要这个免疫资源为你做某些消灭病毒、消灭细菌、修复健康问题的时候，你没有足够的资源，因为他们被慢性炎症占用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发现一个小毛病在你身上拖很久都好不了，一个小感冒可以拖几个礼拜，一个小口疮可以拖几个礼拜，你就会发现你怎么搞的，你就会说我免疫力不好。你不是免疫力不好，是你的免疫力用错地方了。这些问题来自于慢性炎症。我们刚刚讲了慢性炎症的最重要的2个源头，如果我们能够把血糖控制得很平稳，各位听清楚了，我没有说把血糖降下来，我说把血糖控制得很平稳。不管你的血糖现在在哪里，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不要让它继续波动了。不管你的血糖控制下来以后，它是在比较高的地方波动，在比较中间的地方波动，比较低的地方波动都 OK， 不要让它出现大幅度的波动，让它平稳下来。当你的血糖平稳下来了以后，你身体的胰岛素的依赖就降低了，你身体制造胰岛素的量就慢慢开始降低。你给你身体一点时间以后，如果它原本在比较高的地方波动，小幅度的波动，过一段时间之后，你的代谢健康逐渐恢复了，血糖波动的范围跟区间会慢慢的下降，你的代谢健康会不断的改善，这个时候你的慢性炎症就已经开始修复了。这个威力是很强大的。你把你的食用油换了，不要再吃这些精加工的食用油了，你要可以开始吃一点猪油了，吃一点黄油了，吃初榨橄榄油了，吃牛油果油，吃我们头道的茶油，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油啊。吃这些健康的油脂做菜，把 Omega-6 从我们饮食里面彻底的减下来。Omega-6 是一个很重要的促炎因子啊。如果你大豆油、玉米油、花生油吃的比较多的话，它们里面的 Omega-6 量非常大的，所以你把 Omega-6 从你的饮食里面彻底的减下来，然后你利用一些营养补充剂帮助你把你的 Omega-3 给补上去，平衡我们的免疫系统。你做到这几件事情之后，你的身体对抗慢性炎症呢就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了。进入良性循环以后，你就要持续的去做，你就会发现自己营养的摄入也比较丰富了，你也会发现你的睡眠开始有改善了，你会发现精力比较旺盛了，你比较愿意出去外面走动，你的运动量也慢慢多起来了。这些所有的事情对你抵抗慢性炎症全部都有非常好的帮助的，所以它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之后，你就坐着等你的健康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了。